mathematicians, it's much, and as usual, we have this much AMA. And I completely understand that you have a concern about an exchange with a tech. And guess what? A magician, Crypto Burak, has this question and will address that question in this AMA. So stay tuned to hear that question. And as usual, we have our CEO, Mr. Wen Tao, to join this. And without further ado, I would like to start with the first question. It comes from Richard. And this question is a bit long. I think it consists of 3 sub-questions, and I will go ahead with the first sub-question. So, if Matrix defines the biodata RWA standards, and those standards are open to everyone, will Matrix long-term advantage come from the network effects and ecosystem growth, or from the technological superiority? And then the second sub-question is, so what will ultimately differentiate Matrix from others? And then the third sub-question is, why would users and companies choose it over competitors, especially if a larger, better funded, and more popular projects also offers infrastructure for biodata tokenization? And you know what, Richard? Your last sub-question actually is the answer to your question. Yeah, so I would like to pass the time to Owen to share his insight, and if there's anything that I can add to what Owen we're going to share, I will do so. So I will pass the time to Owen to address your question. Thank you, Richard, and thanks, Owen. Given to you. 好的。首先呢，就是大家知道，我们计划在未来把这个生物数据把它资产化，做成就是用 RWA 的技术把每个用户的生物数据变成一个资产。对，就这个项目本身来讲呢，就是它其实长期的最重要，对这个项目我认为长期最重要的其实是一个你整个生态环境的一个构建。对，而在生态环境中，其实最重要的其实2个东西，第一个就是你数据的数量和你数据的质量。这2个东西决定了这个生态的一个长期的一个竞争优势。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是一个 AI 时代 ，AI 时代，我们无论是做任何模型，它所需要用来做 training 的最核心的这个资产其实就是数据。那么对于 training 来说的话，其实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你有多少数据，第二个就是你的数据是不是质量够好。对，所以呢，对于任何一个这样生态来说的话，最长期的最重要的东西其实就是你数据的数量和质量。那么决定数据的质量和数量本身呢，它有这样几个比较重要的点。就是首先呢，你要控制数据的质量，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从这个数据的源头就要去控制它，就是你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对，你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所以这一点对于 Matrix 来说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就是我们有自己的这个采集硬件，比如说 Metatron， 比如说像 Hypnos 现在就在用我们的 Metatron 来做他们的这个改善睡眠的一些设备。那么其实这是可以通过 Metatron 直接把用户的一些这个脑电的一些生物数据上传到这个 Matrix 的链上来。对，只有你控制了这个源头，就虽然我们这个标准未来我们把这个数据标准化之后，它是向所有人去开放，但是如果你不能很好的去控制源头，就是你数据上传的这个源头，那么其实这个数据的质量它是存疑的。那么就是你再去做数据清洗，其实也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其实对于 Matrix 来说呢，首先我们也在部署各种各样的这种可穿戴式的硬件来采集用户的这个生物数据。从这个角度呢，它就可以从源头上来帮用户来解决这个就是来解决这个数据质量的问题。我们这个数据质量是可控的，而不是我虽然是一个开放式平台，每个人都可以来上传数据，而我又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筛选机制，那么其实你可能未来数据很多，但其中无用的数据就会占的比较高。所以对于 Matrix 来说，第一个比较重要的竞争的点呢，就是我们有自己的采集的硬件设备。
对，包括最先进的脑电，包括未来我们也会上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传带设备，这点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呢 ，Matrix 在链上也会去部署一些关于数据评级的这个一些标准。对，那么也会通过这些方式把一些不好的数据淘汰掉。其中包括的维度可能是用数据的使用的频次，包括用户用过你的数据之后，他对你的一些评价等等等等。对，那么这个是保证优质数据的一点。第二点呢，其实这点很重要，就是说对于一些传统公司来说，他们是没办法来做这个事情的。因为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以这个 Google 或者是像苹果为例吧，对他们来说，他们并不会把数据作为用户的资产，而这点是 Matrix 想积极推进的，就是这个数据是用户的资产，而不是某一个公司的资产，不是某一个区块链平台的资产，这个数据是用户的资产。那从这一点呢，我们是希望当这个用户把数据上传到链上之后，变成个人资产之后，那么这个数据所得的收益是归用户所有。那么这一点其实对于很多大公司来说，他们是不愿意做的，他们更多的是就对一些盈利为目的的公司来说，他们其实不会做这么做。所以呢，就是从这点来说呢，我们希望用这点把这个数据变成用户智能资产。那么这一点呢，其实它解决什么问题呢？它其实真正未来会去解决这个用户的这个资产数量的问题。对，因为大家真的把这个数据变成自己的资产的时候，用户他才真的愿意把自己数据上传上来。就比如说我把我的数据给 Google， 那其实对于 Google 来说，这是他的数据，并不是我的数据，我并不会在这件事情上去受益。那对于我们未来的这个生物数据资产这条链来说呢，用户的数据就是用户的资产，那么你是受益人，所以呢，我们用这种方式去吸引越来越多的这个用户，把他们的数据贡献出来。所以我们从两个维度上，一方面解决数据的质量问题，一方面解决数据的数量问题，然后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相应的技术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分布式隐私计算啊、分布式存储啊，这些来保证用户的这个资产安全问题。那么综合这一些，就是这一整套，那么它其实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严密的一个生态体系。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认为这个项目它可以长期走下去，同时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对，就是这样。OK， 谢谢陶总。So another point to add is, when you say about the Baltito RWA standard, you refer to the announcement that we made regarding a partnership with the CMAC about the 3 RWA standards. So imagine if you are the one who set the rules of the games, and that itself is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isn't it? Right, Richard? So let's move on to Crypto Burak. Crypto is banned in China, but Matrix is writing about the RWA standards together with CMAC. If this system will operate on blockchain, how will this contradiction be resolved? 陶总，这个是关于咱们跟这个 CMAC 的这个 RWA 3个标准的这个合作的这个背景。对，就是首先呢，就是这个站就第一个，我们也在跟这个中国移动通信会，我们在作为一个参与方嘛，我们一起来编制这个未来中国这个 RWA 资产的一个标准。在这里呢，就是我需要声明一下，虽然这个 crypto 在中国是被禁止的，但是呢，就是中国在今年的时候，它发布了一个新的管理条令，它其实是允许去把这个资产 RWA 化，平时把它就是输送到这个所谓在海外平台上去进行发行嘛。对，所以呢，就是从这点上来说呢，就是我们做 RWA 的这件事情其实是没有问题。它这里面也并不存在矛盾，也并不存在我们触犯了什么法律的问题。对，所以这个事情，这个就是项目从法理上它也是可行的。对。OK， 谢谢陶总。So the next question comes from King Khan. I like your name, King Khan. So what is your top 3 things for priorities in 2026? Could you share some plans for the upcoming year? So, yeah, Owen.
I think it will be centered around the biodata RWA, probably some other small things. Yeah, Owen? 对，首先就是最重要的两项工作，最重要两项工作就是我们目前也在推进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在给 Hypnos 足够的支持，保证 Hypnos 可以尽快的去面试。对，因为这个是基于我们的 Metatron 也好，也是是我 Metatron 这个硬件它的第一个这个上线的一个应用例。第二个呢，也是就是对于Hypnos 本身来说，它未来也会成为我们的这个生物数据的资产化的这个平台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资产的来源。对，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保证 Hypnos 可以顺利的、快速的上线。然后第二点呢，其实就是我们在这个目前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一件事情，我们正在去对我们现有的这些生物数据，因为我们不要把它变成资产化嘛，我们再把它去目前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是在做这个把它做结构化，就是这个数据结构我们是怎么设计的。第一个呢，要满足它符合国际上主流的这些生物数据的一些标准。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要保证它就是有足够多的灵活性，因为在区块链上很多东西的问题在于它未来的扩容是比较麻烦的。对，但是我们现在要把这个东西考虑好，我们要保持一个足够多的灵活性。目前我们针对的可能是目前主流的这些可穿戴设备，包括 Metatron， 包括像 Hypnos 的 Band 这样的一些设备。在未来呢，其实大家也可以想象到，未来我们可能有更多的这种可穿戴式设备的出现。对，那么可能又会采集到各种各样不同的新型的数据，因为现在比如说新型的这种像穿戴式的血压计啊、血糖仪啊，这些东西都在逐渐的面世。对，那么就是我们要保证我们的这个数据结构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可扩容性，未来可以保证每当有新的这种可采集的数据可以上链的时候，那么它可以很容易的我们去扩展到这一个新的类别，而不需要对整个这个平台做一些比较大的调整，因为那样效率就非常低。对，这个是我认为目前来说第二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对，然后在这两个事情之上呢，那其实我们就是去考虑构建这个整个生物这个数据它的整个一个经济体系以及它的这样一个数据评价机制。这个我认为是下一步就在前两件事情基础上下一步更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我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说对于生物这个数据来说的话，数据质量是它非常重要的一点。对，虽然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我们自有的一些可穿戴设备我们去保证这个数据质量，那么同时呢，既然这是一个开放平台，我们也允许任何第三方的穿戴式设备或者第三方数据进来，那么我们也一定是对他们是一个开放态度。那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需要有一套完善的体系，包括这个数据的质量评价机制，包括这个数据的筛选机制，来保证未来留在平台上的数据它的质量是最好的。那么这个其实是对整个平台的负责，也是对这些数据的用户负责，也是对提供这些数据的用户负责。对，这个我认为是我现在看到的在2026年我们会去重点做的3件事情。Yeah, thanks, Alvin. So, King Khan, you can refer to the first bi-week progress report that we published in March. So, one of the key things that we have done is to design the schema, the data schema for the biodata RWA. So, this is part of the thing that I want to add to what Owen just mentioned to you. Yep, and then the next question coming from Concept Baba. So actually, the whole AMA is about the biodata RWA. So Concept Baba has a question, which is, what is the ultimate killer use case for biodata, and how will you ensure the absolute privacy and ownership of this sensitive biological data on the blockchain? I think Owen will have a lot to share. Yeah. 对，首先呢，对于这个 Matrix 的这个生物数据来说，它其实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我们把它资产化，把它变成用户自己的资产。那么这样呢，就是其实
对于每个用户来说，其实我们之前在很多次的 AMA， 包括一些文章中，我们也提到，我们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未来在这个，就首先我们认为Web 3.0时代，包括这个元宇宙时代，我们认为是必然会到来的。那么在这样一个这个数字化的时代里，其实最重要的资产其实就是数据。对，那么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其实就是你如何把这个数据变成用户自己的资产。那么我们其实也提到了几点，就是那么这个资产最重要的就是安全性。对，其实我们这个 Matrix 核心来保证这个用户的这个绝对隐私和所有权呢，其实是从2个角度来做这个事情的。首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数据上链之后呢，那么其实我们就已经把它进行了第一轮的，我们就把它做匿名化了。那么这个生物数据中其实是不包含用户的这个社会信息的。对，那么首先是第一层保护，就是一个匿名化。那么这个你任何就是未来使用数据的用户呢，他也并没有办法知道这个所谓的生物数据是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就是 Matrix 非常重要的2个核心功能。第一个功能其实就是分布式存储，第二个功能就是我们一直在提到的一个分布式隐私计算。那么分布式存储呢，其实是它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可以避免用户的这个数据很容易被窃取掉。对，因为它可能窃取到，当它攻陷了某一个节点上，它可能窃取到也是某一个用户它的一个1/1000的一个数据碎片。这个碎片呢，可能也是一个随机性的，并没有规则的。那么其实它并没有无法从这个数据中得到任何有效的信息。另外呢，就是分布式的一个隐私计算呢，那它其实是把用户的数据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进行了分离。所以未来去使用用户数据的这些，无论是我想用用户的数据去训练一个 AI 模型呢，还是我希望对用户的数据去进行一些统计，比如说像这种保险公司，对吧？这个生物数据对于保险公司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当我去对用户的数据进行统计的时候，那他们其实也并没有办法去把用户数据拿到，它可以使用，但并没有办法去拿到。所以我们是用这种方式去保护用户的数据的这个隐私性和安全性的。Okay, good. So, concept, but to sum up what Owen just mentioned, we have the distributed storage and we have the privacy computing. So there's 2 things that we can kind of address the privacy and ownership issue about this data. Yeah, and then the next question is from Togausek. With the shift to the regenerative biodata RWA, I like the word that you mentioned about the regenerative, because that is one of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from those static assets. For example, the rare estate, the gold bars, etc. Those are static. But for biodata, it's kind of regenerative because you are a living being. You generate biodata every second, every minute, every day. So I like the word that you describe biodata as regenerative. Yeah. And are there plans for protocol revenue sharing with main stakers or holders, new governance mechanisms, or additional tokens sinks beyond the current staking model? I'm not sure whether I follow you about the token sinks. Yeah, but I will hand over this question to Owen for his insights. Owen, thank you. 对，当我们把这个 Matrix 升级到这个就是做生物数据的 RWA 的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对于这个 Matrix 原有的这个经济体系，其实也是要去做出一些调整。我们是为了去，在未来去鼓励用户去上传更优质的这些数据的时候，我们其实肯定要对他们有些激励机制的，所以我们是有考虑的。我们正在去设计整条链的一个新的经济机制。那在这个经济机制中，其实对于这个数据的贡献者，包括节点的贡献者，其实它都会有不同层面的一些奖励的。那么目前这个新的经济机制我们还在设计，对，然后当我们就是有一个比较完善的方案的时候，我们会向大家来公布这件事情。对，然后其实你提到这些问题，其实我们都是有考虑的。然后这个我们也有就是有一个想法，就是质押 man， 然后可以获取那个 hitless ban 这样子这个想法。那这个当时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不知道就是可能我们还需要时间去印证一下这个概念。So Togao said we do have an idea that is to stack man and then to get the hitless ban.
because Hidden is one of our ecosystem projects that we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So this is one of the examples, and we're still looking into how it actually works. And when it is solid, when it becomes solid, we will share more information with you. Yeah. So the next question comes from Zidan. In the emerging biodata economy, how exactly will the main token serve as the mandatory settlement and coordination asset, and how does it differ from stablecoin in these ecosystems? And actually, these two are both mandatory in this biodata economy, and which we have explained in the white paper and also in our videos. But again, see whether Owen has any new insights to share about the use of the main and also stablecoin. Basically, they are the two mandatory. Just the use case will be different. One is facing the institution who buy the data. One is for the users who mint. Yeah, things like that. And I will pass the time to Owen. Yeah. 好的，就是首先呢，就是在 Matrix 的这整个的体系中呢，其实 Matrix 是一个以 AI 为基础的这样一条开源公链。对，然后其实慢在这里头，它其实目前承担的最重要的一个结算机制呢，它其实是对整条链的这个算力资源以及这个存储资源的这样一个定价权。对，所以 Matrix 在这个就是在这个新型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提到的这个生物数据的这个经济体系中呢，其实用于当你需要去使用 Matrix 上的这个算力与这个存储资源的时候，那么它的定价的方式是用慢来定价的。那么慢的其实用它来定价的原因，它的就是慢相对于这个稳定币来说，它的这个价值是波动的。那么这个波动其实在一方面，它也体现了整条链上的这个计算资源的一个这个就是空闲与紧急的一个状态。当整条对，就是所以当你需要去使用这个链上的这些资源的时候，那一定是用慢来计价并去进行支付的。那么其实稳定币在这个体系中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作用。单纯我们说这个交易和这个结算的时候，其实我们并不需要稳定币的存在，其实使用慢就够了。那稳定币它的作用是什么呢？那么对于一些我需要去使用用户的这个客户来说的话，它其实稳定币可以给它起到一个非常就是比较直观的一个就是这个定价以及它方便去计算的这个计算成本的这样一个功能。对，那它可以轻易看到，比如说我需要使用，比如说1个 T 的这个数据，那么其中包含了200万名用户的这个数据，那我需要支付什么样的一个代价？那么就是用稳定币来进行定价，对他们来说可能会更直观、更贴近于现实的这样一个使用习惯。但实际上结算中呢，我们都是使用慢来进行结算的。Okay, so that comes to the very last question, and as I said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is AMA, we have an issue concerning KuCoin that has a tag ST, and this question is from CryptoBrock. So I know some of you are concerned about this tag, and this question is: what actions will Matrix take regarding the KuCoin ST tag? Will we be delisted? So I'll pass the time to Owen for the action plans and any information to share with the magicians in the community. Yeah, thank you. 好的，我们也是注意到了这个关于我们在这个KuCoin上加上 ST 标签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也在跟KuCoin去积极的沟通，就是具体有哪些问题，那么我们需要去做什么，我们正在跟他们协商来看如何来解决这个事情。那么其实更多的这个问题，其实更多来自于这个我们在KuCoin上的，我认为更多的问题是来自于在KuCoin上的一些交易量的问题。那么其实大家也可以在KuCoin上多去做一些交易。那包括我们也在跟KuCoin去协商，我们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在积极去做的事情。So aside from the 除了中心化的交易所，我们会不会趁着这个时间也看一看一些 DEX 方面的一些可能性？
对，我们也有这方面的一些考虑啊，对，因为现在中心化的交易所它包括矿其实也是在不断的给我们提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要求吧。对，那么其实我们也在考虑把一部分的这个流动性看是不是可以放到 blockchain。Okay. Yeah. So magicians, I know you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tech. And as Owen said, it's more about the volumes, and and if you want to contribute to kind of address this situation, you can kind of have more transaction at KuCoin. But as the saying goes, when God closes one door for you, He will open another door for you. So just relax, stay chill. It will be addressed. So don't worry about that. Just be as who you should be. So no problem with that. And as I said in my tweet, if we can address that in 2022, we can address now. It's nothing complicated. It's a volume issue. So stay calm. Yeah. All right. So and that concludes the AMA for March. And if you want to contribute to the project, you can of course submit question to this AMA, or you can stay active in our X or in our Telegram channels. Yeah, everything will be addressed.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before next AMA, take care. Bye.